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今天这期节目要带大家去吃江振成主厨邀请的午餐会哦。这场午餐很特别，地点位于新加坡，而且是在他以前的弟子，今年获得亚洲最佳女主厨的 Joanne C 主厨的餐厅 Lola。那我先前看到Joanne主厨得奖的时候啊，就很想去吃 Lola 餐厅，没想到就收到 Chef Andre 的邀请了，开心。那我也分别访问了 Chef Andre 和 Chef Joanne， 他们对彼此的印象，以及特别针对 Chef Joanne， 我问他对于得到亚洲最佳女主厨的感想，以及他对于这个产业的期许，还有厨房里的性别平等问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大家要继续收看哦。先来介绍一下 Lola 这家餐厅。Lola 是在2012年开幕，起初定位是地中海风格的 tapas 料理。那Joanne主厨呢，则是在2020年的时候加入。身为菲律宾人的他，做的是混合亚洲元素的现代欧洲菜。那他也喜欢使用大量的海鲜，因为他本身是在菲律宾的海边长大的，开一间海鲜餐厅一直是他的梦想。而像我们这天的 tasting menu 啊，它就是完全用海鲜，没有肉哦，是一种 pescatarian 的料理。那 Lola 又是一间比较轻松随性的餐厅，它的料理没有精雕细琢，而是简单好懂。那调味的方式是很饱满有力的，相当讨喜。来尝尝这天的菜色。首先是一道帕玛森脆片，它是一个开胃点心哦，taco的造型。这个脆片呢，就像是把披萨上面焦焦的起司边边全部都收集起来一样哦，又酥又香又鲜美，一口吃下去很能点亮味蕾。接下来又是一道开胃点心，是一个简单清爽的小塔，使用的是鲔鱼中腹 chutoro 的肉哦，那它把它填入了这个黑色的小塔壳里面，里面因为有墨鱼汁，所以才会是黑色的。除了鲔鱼中腹以外，还有甜豆仁跟生蚝大蒜蛋黄酱。比较特别的是，旁边还有一杯用甜豆仁的外壳做的冷汤，不仅是清新宜人，也物尽其用，不要浪费。那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接下来进入比较正式的菜色，而你马上可以看到有一大坨鱼子酱哦。那这道鱼子酱料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它用很多的温柔浓稠去衬托鱼子酱的鲜咸，包括是蛋黄酱啦，还有旁边的法式酸奶啊，底下还有一个淀粉质的一个食材是胡桃南瓜，都可以去衬托鱼子酱的味道。那旁边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是一个炸的包子，里面包的是烟熏鲟鱼，还有大蒜卡士达酱，上面还撒上了醋粉。热的鱼子酱泡芙里面有 sturgeon 鲟鱼，然后应该是有烟熏过。我一开始还觉得有一点像柴鱼的味道，很鲜美，跟鱼子酱是很搭配，然后整体也很香口，很好吃。那这个单吃呢，本身就很有味道了，可是它还有个功用是要去抹底下的蛋黄酱来吃。那如果你还有剩下鱼子酱的话，当然也是非常搭配了。那我就觉得这道菜呢，算是蛮巧妙的去运用鱼子酱的特性，然后用不同的比较温和的风味去衬托它。我觉得这个风味组合的思考还蛮好的。如果你喜欢吃嫩嫩的贝类的话，这道竹蛏就是你的菜。那竹蛏在这里呢是快速的烫过，那底下搭配了生蚝卡士达，你看生蚝又出现了，Joanne主厨真的很喜欢生蚝。然后还有竹蛏的汁，以及石螺油、石螺和芥末花。那这个竹蛏口感呢，它的熟度刚刚好，嫩嫩的，但是又有点脆。然后生蚝卡士达呢是可以加强鲜味，还有 creamy 的感觉。那海鲜加海鲜嘛，所以它的海味是很浓郁的。另外呢，用石螺的清新香气去提亮整道菜，让整个味觉不要那么的腻口。接下来是一道崭新的酪梨料理，你看看这半颗酪梨直接上桌，视觉上很有冲击感。而它的中心呢，还填充了烟熏鳗鱼高汤冻，这个也很有趣味。那你就要豪迈的切开来，大块大块的吃，可以充分享受完熟的酪梨像奶油一样在嘴巴里面化开来的奢华口感。但是又有更多丰富的滋味，包括是鳗鱼高汤冻的鲜味，还有烟熏的香气，还有酱汁里面柚子的清香，还有椰奶的那一种奶味，
还有一旁的墨西哥辣椒冰沙。这个冰沙呢，又赋予你冲击的冰凉感，还有酸味跟刺激舌头的辣度，非常过瘾。那还有一个调味的细节是酪梨上面有一粒一粒黑色的小球，那个其实是发酵过的黑蒜，那它又有一些鲜味，还有咸味、甜味垫在后面。而我有朋友说，他希望这道菜可以重新组成一下哦，不要这么大块，他想要切小块一点。但是我身为酪梨控，我是觉得这样吃酪梨很爽啦。而且这道菜呢，也完全展现Joanne主厨强而有力的烹饪风格。接下来是一道来自韩国的鲍鱼，慢煮10个小时到软嫩，搭配了煎过的杏鲍菇。下方的酱料呢是用鲍鱼的肝加上了昆布、松露还有荆棘做成的。另外浇淋上8种菇做成的高汤，里面还添加了自家制味噌，还有蔬菜。那这是一道玩口感的料理哦，鲍鱼跟杏鲍菇有类似的质地，然后也很强调鲜味。8种菇的汤还有鲍鱼干酱都是很鲜美哦，这又是一道风味饱满的菜色。接下来是一道淡菜料理，经过苹果木烟熏，而这个淡菜呢是来自法国的木春淡菜，它是养在这个木春木头的柱子上面的旁边还搭配了北海道的干贝，下方是芹菜根泥，并且点缀上罗勒油 salty finger。那 salty finger 它是一种长在海边的植物，类似像海芦笋那样，尝起来有咸味。那就是一道风味比较浓郁的海鲜料理。首先淡菜经过烟熏，那不仅有这个熏香，然后它的质地也比较紧缩一点，然后你也会觉得它的咸味被加强了。北海道干贝在旁边呢，则是一个比较清爽的对比哦。那再加上 salty finger 这种也是海洋来的咸味呢，就是整体给你一种很海洋的感觉。接下来这道菜呢，就向Joanne主厨的菲律宾背景致敬啦。这是一道蟹肉的 Relleno。那 Relleno 是什么？它是菲律宾一种腮馅填充内馅的料理。那通常啊，它会用比如说青椒来做，或者是虱目鱼来做。而这边呢，Joanne主厨用上了蟹肉。那它用螃蟹壳里面塞进了螃蟹的肉，还有一种酱料叫做阿里古。那阿里古它其实是菲律宾的一种发酵蟹酱，使用螃蟹的蟹膏还有蟹卵所制成。所以这是一道充满螃蟹甲壳类鲜味的料理。那吃起来呢，其实是很轻松讨喜的，然后充满了海洋的鲜味哦。是一道蛮容易理解的料理。接着呢，我要自首，因为我没有吃完这一顿午餐。那天我赶着要去访问今年亚洲50最佳餐厅标志人物奖的得主生姜史生主厨，我们的 podcast 访谈也已经上线了。因为要做这场访问，所以我来不及吃完这一顿午餐，在剩下3道菜的时候离开了，很不好意思。但是呢，这样已经足够让我理解到Joanne主厨的烹饪风格跟他的调味偏好了。那在离开餐厅前，我也抓紧时间访问了Joanne主厨。他成为主厨的经历真的很酷。原来啊，他拥有商业管理跟会计的双学位。他在去美国纽约念 CIA 厨艺学校之前，他是在全世界最大的日用品生产商 P&G 担任区域品牌经理，在新加坡工作了8年。所以呢，他原本是一个白领精英，但他觉得这样的白领工作没有热情，于是他转身走进厨房，前往美国纽约的 CIA 厨艺学校学习烹饪。那在毕业后呢，他也很顺利的到纽约非常知名的2间餐厅，一间是有米其林3星的 Le Bernardin， 另一间是美国的法籍名厨 Daniel Boulud 开设的 Cafe Boulud 餐厅工作。而当他决定回到新加坡的时候，他就一心一意想要加入江正成主厨在 Restaurant Andre 的团队。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Before that, I was in New York. So a long time, my formative years, I spent in New York, Le Bernardin and Cafe Boulud. Wow. And then when I came back to Singapore, I joined the Restaurant Andre. Yes. I didn't even think twice. I didn't apply anywhere else because prior to moving to New York, I heard that there's this really amazing chef who's opening a restaurant in Singapore. And then I said, okay, I said to myself, I'm going to work for that guy. And then, so when I came back, started working for him. I did that for about 4 years. Then I started traveling after that. 那我也有询问他，觉得
江正成主厨是怎么样的人呢？还有他在 Restaurant Andre 的工作经历是怎么样的？ Chef Andre is always very close to my heart. I consider him really more as family. He has always been there to support me. He's very supportive of my career, and he coaches and mentors me a lot. And I count myself really lucky to have found someone like him who I can look up to. It's not every day, or not everyone is able to find like a great mentor in their career. So I feel like very honored, and I'm very privileged to be able to have that. I remember mostly the focus on everything being personal, because that's how you share a little bit of yourself to the diners and make the experience for them a little bit more personal too. He always says that, like when you start something, always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that's a very big thing with him. So when I do something, I start with the end in mind. What do I want to get out of it? And then when I get waylaid for a while, for example, you lose focus and so on, I just always go back to that, like to keep me grounded. 最后最重要的问题是，我请教Joanne主厨，她对于获得亚洲最佳女主厨这个奖项的看法，以及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It's a very meaningful award for me, and I'm always like very thankful for this award. I think it is great in the sense that it gives us a platform to be able to share our opinions and our views to everyone. Because if not for this award, like I wouldn't be here. We wouldn't be having this interview.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ot the end in mind. This is not the end of it all. For me, it i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n terms of promoting women. But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in terms of really achieving gender parity and equality in this industry. So that, to me, is the end in mind for this award. I think one thing that we really need to do as an industry is drive visibility of the outstanding work of women, and everyone has a role to play in that, because everyone is understaffed. We need to be able to appeal to more women to make sure that this industry is sustainable. So that is one thing that I am very passionate about. And I also think that it shouldn't be an echo chamber. It shouldn't be just like women supporting women and we're all like talking about women empowerment. We need men to also help promote that. And that's not just because, like it's nice to listen to, and it's because it's important for the survival of this industry. Yes, it's definitel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 pleasure. 而江正成主厨又是怎么看待Joanne主厨呢？我们也来听听他的说法。嗨，Chef Andre。今天我们在你的女徒弟的餐厅吃饭，Lola。所以Joanne是怎么样的人？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反映在他的料理，就是很开心，很直接 ，in your face taste。他当年是从什么位置开始做起？他当年是从 chef de partie 开始做起。OK。对，然后最后到sous chef。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他就是代表我的味蕾。就是代表你的舌头。对。所以你看你的徒弟现在都当一面，越来越老了。不会啊，我还是觉得很欣慰，因为还看得到，虽然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餐厅，你还可以从每一个餐厅的小细节里面看到那个 Andre training 在里面，我觉得那个是师傅的加持，那个是很欣慰的。对，那我觉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并没有变成 Andre。他们变成他们自己。我刚才在开玩笑说，厨师有新生代、中生代，那我们就谢谢老生代的主厨喽。老学校。谢谢阿水，谢谢。那我必须说，有看到这集节目的人有赚到哦，因为若餐厅今年母亲节特别餐会就是邀请Joanne主厨来客座，所以大家算是先睹为快Joanne主厨的料理，以及他和江正成主厨互动的过程啦。以上就是今天的 Lola 餐厅介绍，希望大家还喜欢咯，也希望大家有好好认识了Joanne主厨。如果你去新加坡玩，真的很可以去尝尝Joanne主厨轻松又饱满的海鲜料理。那今天我介绍哪一道菜大家特别有感觉呢？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还有你的订阅与按赞就是我的鼓励，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多多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当然还没有按订阅按钮的人，现在给他按下去哦。请大家继续追踪我的美食旅途咯，我们就下
下次见，拜拜。